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到交易修行成长驿站。打开此视频，你的交易从此一定会有所改变。切记一定要沉下心来，慢慢听我说我的方法论。那好，我们继续回到比特币盘面 Coinbase 基准啊。目前这个情况现在有两种可能性啊，一是阶段调整结束，可能会有一个反弹，还有一个可能性是小的反弹过后继续向下跌啊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两种可能性的波动形态是什么样的。第一种可能，五浪的下跌，然后三浪反弹然后再五浪下跌 ABC。 如果这个 ABC 调整结束的话，那很有可能继续向上啊。那这是一种可能性，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？五浪下跌 ABC 反弹，然后五浪下跌，它仅仅是一个延长的开始，那很有可能继续掉，然后再反弹，再下跌。这两种是最大的可能性啊，一个是继续下跌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有一个反弹的可能啊。这两种可能性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呢？目前得根据你的现货仓位合理的安排，用资金比重去调整合约跟现货的风险对冲。那这个时候，如果你的现货底部区域拿的现货到现在还没有卖掉，那好，这个位置逢高你可以做一个空单对冲啊。然后还有一种，如果你是空仓只做合约，那好，目前这个位置可以相对短止损，然后博一个高点。上方的第一个阻力位应该就是这个成交量密集区，价格成交量的密集区，这个是阻力位啊。这个位置在67000附近现在。那下方的止损位最好是设在这个6万下方，最好是设在这个插针下方，也就是59100，这个幅度有点大啊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至少应该看这个幅度的利润预期空间。如果你只是想博一个这个短，那好，你的止损位要设在60666这个附近，然后你止损这些，如果你盈利可以盈利这些，然后具体的步骤呢，设止损开多，然后等它给了反弹，那就立刻把止损位调到你的开仓均价上方。这样的话你至少不会怎么样，不会赔钱。然后它要打到这边，发现它碰到主力有回调的架势，那就迅速止盈一半，再迅速抬高止损位。这个是技术动作啊，规范的技术动作。那如果说它要继续下跌了呢，那你就是认亏，短止损认亏，或者是你发现它破位了，你也可以选择追空。但追空的同时，一键反手的同时，你一定要把怎么样，把上方的止损位设好，止损是关键啊。那好，晚间行情我们就简单聊到这儿。今天晚上聊点什么？聊比特币交易预期。无论是比特币还是其他的投资标的都是一样的啊。我们之前讲过，做好交易的投资三要素，第一就是预期，远期预期；第二对冲；第三就是杠杆。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稍微宽泛一些的啊，资产
债权、债务这三个，有很多朋友看起来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好理解啊，有什么不能理解的？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啊。好多朋友对资产、债权、债务的关系有特别模糊的地方，而且都是完全是歪解，最后导致怎么样？你的资产、债权都搞不清楚，然后你的投资失误，最终导致你的资产不但没能增值，反倒是给你背了很多债。那比如说这个资产，原来房地产泡沫没那么热的时候，它是刚需，也是居住为主要目的的一个不动产。那它是资产啊，但资产是资产，如果这里头你有贷款，然后你要支付的贷款比你能通过房产获得的收益要高的话，那你这个就不是资产，你这是债务啊，不是资产。然后还有一个，早些年我们20多年来一直房价是什么样的？买完它就是涨嘛。所以说你即便是有了贷款，然后因为房价一直在涨，导致你的出租得来的这个房租收益抵消不了贷款，但是因为整体房价上涨，导致你这个好像还是资产啊，你是长期盈利的嘛。但问题就是房地产整个市场往下掉的时候，这个就一下子有问题了啊。因为什么？中国的房地产是最典型的，之前日本也出现过相关类似的情况，包括韩国、香港都出现过。然后这里头有一个什么问题，就是你的房地产资产变成了一个严重的金融属性，无论是从拍卖土地开始，一直到施工单位、地产开发商的举债杠杆去建设项目，然后期房销售，还有买房子的你贷款高利息的贷款去买这个房子，高估值的去买，因为远期预期都是看涨嘛，一直这个市场也是在涨。然后在这种情况下，市场终于拐头向下了这2年，然后导致现在法拍房包括很多断供潮都是因为这个问题啊。也就是说，简单来讲，银行剩下的贷款还没有现在房子的市值高，所以只要愿意更名，这房子都可能白给你他都不要，甚至都要倒贴钱。所以这个时候显然房子就变成债务了，它不是资产。那债权呢，就是你欠谁的钱，谁就有这个对你实施财产处置的权利，就是债权。比如说你欠银行贷款，那房子抵押给银行了，银行就有权利把你的房子拍卖出去，然后收回成本，收回之前放给你的贷款，这个就是银行的债权。然后债务呢，很显然你欠了银行的这些钱，你就要偿还，无论怎么样你都要偿还。所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资产，包括我们加密货币市场啊，也是一样的，很多山寨币上新的这些币都有这些问题。你看起来它是资产，都不用说山寨币，就比特币也是一样。什么叫价值？比特币现在63126，这个就是当前的价值，你现在买就是这个价，你现在卖就是这个价。至于你高估了还是低估了，怎么判断？没法判断，没法有准确的数据去衡量量化，说你低估还是说你高估了，没法弄，没法判断。所以说千万不要轻信这个东西如何，它能涨到多少，或者是
这个东西实在是鸡肋，它一定会跌成什么样，都是可能性。天天在讨论的这些无用的话题，实际上是什么？就是要抢上帝要干的活嘛。这个是天知道的事儿，你拼命的研究这个问题有什么用？我们能做的是风险管理以及预判未来行情的可能性。如果我猜对了，我能赚多少？如果我猜错了，我只亏这点儿。注意，只亏这点儿很重要，这个是实力。然后我们怎样进场？哪些位置我们要把它当成进场时机？无论是开多开空都一样啊，因为这个地方是大概率的变盘点，所以这个位置我们可以进场。因为这个位置进场了，你的风险就好控制，就算你输了错了，你也可以非常少的止损离场。但是万一你要对了，你就有机会获得大的远期预期的收益啊。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叫盈亏比，之前我们都讲了。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，我们为什么要买它卖它，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得到它的差价赚钱，然后增值我们的真实资产财务，不是给我们带来债务。无论是你信用卡套现还是把别的钱调用过来扔到资本市场，你要是没有足够的冷静的头脑、清晰的认知以及沉稳的应对这个行情的能力的话，你就只能都变成债务。然后这些信用卡也好，其他个人身边朋友的这种钱借给你，人家就有债权的执行权，无论是民事还是刑事的责任你是要负的。所以从法律风险开始一直到技术上的，包括这个加密货币交易所的安全问题、冷钱包、热钱包的管理问题等等，外汇汇率的差价风险问题，都是你需要具备的基本功、基本常识，想玩这个市场啊。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沉下心来，把这些基本的东西梳理清楚明白，然后再做这个市场。尤其是前些日子走到74000附近，然后这2天有一个回落啊，大概有一个17%的回落，应该是大概17%多一点。那这种回调在加密市场，在比特币什么都不是哦。通常这种新高它回踩最多它都能走到85%，你想想什么样的人能承受下来？所以千万要冷静，不能光是一头多或者是一头的空，不是这样的啊。资本市场没有标准答案，市场就是无序的，你必须敬畏，然后根据原则、资金安全的角度去管理运营你的整体账户，这样你才能长长久久的不亏钱到稳定盈利。这是一个漫长的长跑过程啊，所以祝大家交易顺利，我们明天再见。